5岁儿子的葬礼上，前夫的未婚妻带着一群人冲了进来，他指着我鼻子骂：不要脸的小三，随便拿个野种的照片就说是我老公的儿子，你这种捞女就是想分走我老公的财产，门都没有。他不惜掰断我的手指，也要从我手里抢过我儿子的骨灰盒。顷刻间，儿子的遗照被砸碎，骨灰被扬得四处都是。我趴在地上，尖叫声响彻高楼。我要你们给我儿子陪葬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包了全市最大的酒店，给我5岁的儿子办葬礼。我颤抖着手抚摸着儿子那冰冰冷冷的遗照，他还那么小，那么可爱，明明几天前还躺在我的怀里撒娇。我抱着他的骨灰盒，每一次呼吸都像刀割，疼得无法呼吸。意义都怪妈妈，妈妈不应该让你看新闻，不应该。别怕，妈妈带你回家。突然，大门被人粗暴地撞开，一群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为首的女人一身红色紧身裙，烈焰红唇，妆容精致，却掩盖不住眉宇间的刻薄。我认得她，我前夫楚萧的未婚妻林雨晴，某平台千万粉丝级别的女网红。她身后跟着几个彪形大汉，个个凶神恶煞。我拧紧眉头，看了眼站在门口的保安。今天酒店我包了，谁让你放他们进？就是他，沈林路这个贱人，小三。林雨晴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原本肃穆的大堂。他指着我，眼里喷着怒火：敢偷我的男人，还敢编造谎言分家产，你真是活腻了！今天我就要直播砸了这个他骗男人用的假灵堂。闻言，我便看到他手里举着一个手机，四处转了转。这是我儿子的葬礼，我不会让他胡来。我伸手就想抢过他手里的手机支架，可还没碰到，就被他带来的那群人粗暴地推倒在地。我的头撞在冰冷的地板上，眼前一阵发黑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却被一只高跟鞋狠狠地踩在胸口。剧烈的疼痛让我几乎无法呼吸。干什么？贱人，你还好意思问？女人一把抓起我的头发，迫使我抬起头。你这个婊子，勾引我老公，还骗他生了他的孩子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你这种捞女就是想分走我老公的财产，门都没有。忽然镜头对到了我的脸上，他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。今天我就给大家看看小三的下场是怎样的。小三，他是真的不知道楚萧结过婚。我强忍着疼痛大喊：我儿子5岁了，请问谁是小三？林雨晴突然对着手机镜头哽咽起来。她终于承认了，5年前我就和我老公在一起，那时候她就开始勾搭我老公了，连我老公都不知道自己有个孩子。这个贱女人现在突然跳出来一个野种，就想分我老公的家产。好歹毒的小三，5年前就一起，呵呵。楚萧也是贱，原来5年前楚萧养在外面的情人就是他。当初我知道他有了小三，果断分居，却不想怀孕了。意义是我分居期间生下来的，他楚萧当然不知道，他也不配知道。只是意义死之前，小小的手儿握着我的手，哭着喊：妈妈，我想看看爸爸。于是我才联系了楚萧。意义快要不行的那晚，我曾打了无数个电话给他，终于拨通后，我喊了一句楚萧，还没等我说完，电话就被人放在了一旁，随之而来是娇嗔的喘息声。电话那头，一个女人娇滴滴的用气音说：老公，那是谁？是个女人的声音哦。楚萧带着几分醉意，低沉着嗓子说：别管。女人又接着说：老公，你爱我吗？
接下来就听到一阵阵撞击声，伴随着两人那不堪的刺耳的缠绵声。我捂住嘴巴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此刻意义的手垂了下来，他就这样走了。我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把电话挂了，可我还是不想对意义食言。我在意义身边坐了整整1个晚上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便给楚萧发了2条消息，让他准时来参加意义的葬礼。结果楚萧没来，他的未婚妻来了。不到短短10分钟，整个大堂就被砸得不成样子。我爬到儿子的遗照旁，将他的骨灰盒死死护在怀里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小三，楚萧是我前夫。林雨晴一声冷笑，天大的笑话！我老公结过婚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随后他看了一眼直播间，得意地说：“你看呐，网友都说你装呢。我老公是你前夫，这么拙劣的谎言也说得出，请问你装给谁看呢？”他居高临下，拿着手机支架，将我的恐慌和不安都拍了下来。忽然，他怒目狰狞，指着我怀里的遗照和骨灰说：“这都不知道是哪里找来的野种照片，都给我砸了！”我抬头恶狠狠地盯着他，大喊：“这是沈家，沈氏集团唯一的外孙，谁敢？”听到沈氏集团，一群人怔了怔，没敢乱动。做小三真的什么谎言都说得出来。沈氏集团什么时候有你这个女儿？真的丢大脸！林雨晴尖锐的声音如同利刃般刺痛我的耳膜。她猛地俯下身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将我的头狠狠地砸向地面。瞬间地板出现了一道道血印。她尖声嘶吼道：“他不过是骗你们的罢了，他手里的遗照、骨灰也只不过是假的道具，你们都给我砸！今天的事谁办得漂亮，我给他10万。”保镖听到有钱拿，一个个面目狰狞地朝我扑来，要抢走我手里的骨灰盒。我一边挣扎，一边怒喊：“住手！我给你们50万，不要动我儿子！”保镖停了下来，我死死地抱着骨灰往落地窗挪去。我拍打着落地窗，大喊：“帮我报警！”林雨晴怒了，她对着镜头说：“这么狂的野鸡小三，不教训教训，他还真的当自己是凤凰了。”他面目狰狞，猩红的双眼满是怨毒。他将我拉回大堂，又狠狠地扇了我好几巴掌。我的嘴角顿时涌出一股腥甜，脸颊火辣辣的，耳边嗡鸣声更甚。我根本无法反抗，只能死死抱住意义的骨灰和遗照。他却像魔鬼一样发了疯地喊：“100万，赶紧砸！别忘了我可是楚总未婚妻，以后说不定这酒店都是我们楚总的。”愣着干嘛？保镖们面面相觑，很快就将我团团围住。他们从我手里夺过意义的遗照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遗照被砸了个粉碎，连同那张温柔可爱的笑脸。我怔怔地看着，玻璃碎片飞溅到我的脸上，划出一道道血痕。我说了，别碰我儿子！我的声音崩溃而颤抖，嘴角的血蜿蜒至脖颈。保安见情况不妙，赶紧报了警。可他们还不尽兴，他们还想抢走我怀里的骨灰盒。不要！我撕心裂肺地哭喊着，却无济于事。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林雨晴恶狠狠地咒骂道。她蹲下，用力掰扯着我的手指，剧烈的疼痛让我几乎昏厥。咔嚓一声脆响，我的手指被生生掰断。骨灰盒也被他抢走了。他让保安将镜头对准他，举起骨灰就往地上一摔。我让你这个贱人装！我儿子的骨灰顷刻间被扬了，洒满了整个大堂。我趴在地上，尖叫声响彻高楼。我要你们给我儿子陪葬！警察随后来到，将闹事的人赶到一边。我蹲在地上，双手不断地拾起那些洒落四处的骨灰。我将骨灰装到自己的衣服上，
边装边捶打着自己的胸口，哭着大喊：“别管我，快救我儿子！依依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。”警察们很快就帮我将整个1楼封锁了起来，帮我尽可能地收回意义的骨灰。急救护士急忙拉住我，帮我做临时包扎。忽然他停了下来，皱着眉说：“他们怎么下那么狠的死手啊？沈小姐，你忍着点，会有点疼，疼吗？”跟亲眼看着意义的骨灰被扬那种心痛比起来，我真不觉得疼了。余光里，林雨晴正在补妆，她对着镜头一边补口红，一边得意地说：“算她好运，要是警察晚到1点，我肯定让她这种捞女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呵，林雨晴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因为伤情严重，我被紧急送到医院。为了方便录口供，当事人林雨晴也一同跟着。至于林雨晴带来的那群人，已经被直接扣在了警察局。那100万，他们不仅拿不到，还得坐牢。这期间，我还不断地问警察：“意义的骨灰怎么样了？”一女警看了我的样子，有些心疼，说：“沈小姐，大部分都收回来了，节哀。”此刻林雨晴还死不悔改，盯着女警就一通威胁：“警官，她是小三，你作为一个女人，竟然帮小三讲话，广大网友知情吗？”女警也不惯着她，一拍桌：“林小姐，你除了故意伤害、非法闯入私人地方、聚众斗殴、扰乱治安之外，还有一条造谣的罪。”林雨晴挑了下眉：“好笑。你说我造谣，我只不过替天行道，让小三知道破坏别人家庭的下场。”随后，林雨晴拿出手机里的截图，说：“瞪大眼睛看看，沈林路那个贱女人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？大半夜的一直给我老公打电话，怕不是痒了，也不自己拿鞋子拍拍。还有，我老公怎么无缘无故会给他转1000万？他不是野鸡是什么？”我看了眼，皱眉冷笑：“那些消息就是意义走了之后，我给楚萧发的，就短短的2句话。楚萧，我们的儿子死了，我希望你能来见见他。明天早上9点，富丽酒店。”从小，意义就特别羡慕那些有爸爸的孩子。有一天，他从我的抽屉底部找到我和楚萧的合照，高兴了一整天。他问我：“妈妈，我也是有爸爸的孩子，对吗？”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不忍心骗他，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爸爸妈妈现在有些事分开了，但是爸爸依旧是你爸爸，妈妈依旧是你妈妈。我们意义不是没有爸爸的孩子。”直到1周前，意义从电视里看到楚萧即将要和林雨晴结婚的消息，他说我骗了他，说他的爸爸没了。意义赌气地跑到马路上，我眼睁睁看着他被急速行驶的汽车撞飞。他闭眼之前，哭喊着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想看看爸爸。”于是我拨通了楚萧的电话，可是儿子死去的那晚，他正在和情人缠绵。我发了那2条信息之后，就把他拉黑了。过了2分钟，楚萧给我账上转了1000万，备注：“你在哪？”林雨晴就是看着这些记录，断定我是小三。警察看完也觉得莫名其妙，对话有什么问题吗？林雨晴气不过，指了指警察身上的编号056121，等下我就让我老公去投诉你，包庇小三。我可是千万粉丝博主，你的警号很快就会被全网知道，你等着吧。女警气不过，刚想上前反驳，还没碰到他却故意将手里的玻璃杯滑落地上，瞬间玻璃渣子碎了一地，随即挑衅地说：“啊，警察打人了，等下我老公到了，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，等着吧。”是吗？我就看看他楚萧敢不敢动我一根汗毛。片刻后，一声声急促的皮鞋声在走廊响起。林雨晴抬眸，淡淡地说：“我老公到了。”
看他怎么收拾你们。”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，他焦急地看了看周围，是在找林雨晴吧？怎知最后他的眼光定在了我的身上。5年未见，双眼相对的时候，心脏还是如此的痛，如此的恶心。他脱下西装，快步走了进来。林雨晴积极地站起，甜甜地喊着：“老公，刚才我真的被吓坏了。”这声音听得我发麻，跟早上暴打我的那个林雨晴简直判若两人。楚萧越过他，走到我床边，将西装披在我身上，用手摸了摸我脸上的伤口，眼里竟然全是心疼。“露露，你怎么样？”林雨晴张大了嘴，她拉过楚萧，撒娇着说：“老公，她真的是你的小三。老公，我知道你只是一时被他骗了，我会原谅你的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”楚萧扬起手就给张雨晴甩了一巴掌，“滚！”旁边的女警并没有阻止，只是口头警告了：“这里是医院，要闹回家闹去啊！”我将他的西装扔在地上，吐了口水。“楚萧，让他跪下来给我道歉，给我儿子道歉。”楚萧蹲在我脚边问：“露露，你真的生了我们的儿子？为什么你不说？”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楚萧，让他跪下来给我道歉，给我儿子道歉。”林雨晴此刻脸上血色全无，她慌了：“沈林露，别这么过分，你凭什么让我跪下？什么？”林雨晴不可置信地看着楚萧，身体不由自主地晃了晃：“老公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他沈林露不过只是一只只会勾引男人的野鸡。”楚萧一手揪起他的衣领，一手紧紧捏住他的下巴，面上带着愠怒：“别让我再从你的嘴里听到你说露露任何不是，跪下道歉。”林雨晴红着眼，她一个千万粉丝级的网红，自然不肯。这时候，王叔带着我爸妈赶到。王叔是沈家的老管家，这些年来一直默默在帮我。我爸妈就只有我一个女儿，看到我这副模样，心疼的不行。我妈一把把我抱在怀里，闻着我身上的血腥味，哭得整个人都跟着颤抖起来。“你的手指怎么了？你的脸，我的露露啊，为什么出了这种事不告诉妈妈呀？意义怎么说都是我的外孙，我怎么会真的狠心不管？”此刻，我才开始委屈地放声大哭起来。王叔看了看我的伤势，自责地说：“小姐呀，我都说了陪你一起去，你看我怎么跟夫人老爷交代呀？”我爸将公文包怒摔在地上：“是谁竟然敢把我沈天雄的女儿打成这样，还撒了我外孙的骨灰？”林雨晴看到我果然是沈氏集团的女儿，吓得赶紧躲在了一旁。当初我是在爸妈的反对下将意义生下的，我妈为了我的未来，哭着给我下了重话：“你要是生了，就别回来了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”所以意义出生后，我就没联系过沈家。我从王叔给的包里掏出我和楚萧的结婚证和离婚证，狠狠地摔在林雨晴的脸上：“瞪大的你狗眼看看，谁才是小三？”林雨晴看了一眼，气愤地说：“都是假的，我不信，就是你吧，敢打我女儿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。”我爸冲上去就想给他一拳，被我妈拉住：“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别脏了自己的手，让他牢底坐穿，也别想继续在世混了。”我随后又拿出我所有产检记录以及意义的出生记录，时间都对得上，就是我和楚萧分居的时候。我对着楚萧冷笑着说：“沈毅出生的时候，我保留了他的脐带血，就在这所医院。不信的话，做个亲子鉴定。”忽然，楚萧紧紧地抱住我：“我信你，信！”我嫌恶地推开他，被生生掰断的手指疼得很，忍不住啧了一声。我看着他，问：“你为什么没来？”他一脸疑惑，说自己并不知道我联系过他，
打开手机信息列表，确实没有我找他的记录。明白了，林雨晴。林雨晴心虚地把眼神挪开。楚萧拧着眉问：林雨晴，你动过我的手机？林雨晴也干脆不装了，说：那晚他打了无数个电话，烦死了。老公，你明明也听到，但你不是选择了我吗？你还说你爱我。楚萧眼眶通红，扣住我的双肩，说：露露，不是那样的，我知道的。你生下意义，就代表着你还放不下我。原谅我好不好？5年前，我根本就不想离婚，是岳父岳母逼我离的。要不是他们拿我的前途逼我，我是绝对不会离的。我和林雨晴只是一夜情，喝醉了。露露，我已经知错了。我找了你很久，这么多年，我拼了命的经营公司，就想有朝一日成为你曾经期盼的那个我。这就是林雨晴嘴里的老公。可惜在我这，他根本就是一个垃圾，一个跪着求我原谅的垃圾。我妈走到楚萧面前，愤怒地指着他：楚萧啊，5年前我给你1000万，让你好好跟我女儿离婚，和那个狐狸精断了。没想到5年后你发达了，不仅没断，还说要跟他结婚，现在害死了我的外孙，我要你10倍奉还。楚萧当即反驳：不是的，岳母，我没有说要和林雨晴结婚，那个消息根本是未经我同意发布的，我当时在外市开会。老公，你明明说过。林雨晴战战兢兢地扯着楚萧的衣袖，楚萧一把揪住林雨晴的头发，林雨晴疼得呀呀大叫，他将她摁到我前面，给我跪下，命令似的说：道歉。跟我们一同在病房里的警察已经从医生那里知道了我的伤势，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他们都对我在酒店的遭遇表示同情，现在还发现原来我才是原配，于是都站在一旁假装没看见。林雨晴自知自己现在无路可退，只能弱弱地说了句对不起。呵呵，晚了，这点道歉我不接受了。我随后对负责此案件的警察说：警察同志，要怎么处罚都按照警察的规矩来，我不和解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林雨晴又挨了她宝贝老公一巴掌呢，你给我闭嘴。老公，林雨晴一下就慌了，急忙跪在地上求饶：老公，别不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以后我绝不找沈小姐的麻烦，求求你别不要我。我嫌恶地看着楚萧，一天爸爸都没做过的人，就别在这里装深情了，我嫌恶心。他嘴唇微抖，说：露露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怀孕了，如果我知道，我是绝对不会答应岳母离婚的，我的心里一直只有你。楚萧啊，离婚换1000万，你说你不要，我还真不信。迟到的深情，喂狗，狗也不要。林雨晴死死拽着楚萧的衣袖，哽咽着问：那我呢？那我在你心里是什么？我抬起眼看着他，似笑非笑的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野鸡。所有口供录完，已经到了凌晨1点，我紧紧抱着意义残存的骨灰，跟警察好好道了谢。女警扶了扶我的肩膀，眼底微润，轻声对我说：我只是觉得你太苦了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对了，沈小姐，网络的舆论建议你这边也好好存证，我相信对你有帮助。我感激地点了点头，但笑不出来。之后爸妈用沈家的名义重新帮意义办了一场葬礼，意义的墓碑也安排在了沈氏家族的墓园里。处理完意义的身后事，我就跟着爸妈回到了沈家。我登录了林雨晴直播的平台，看到不少网友将她的直播录了下来，配文还是原配抓小三，刺激不要脸的小三被网红晴晴打趴了。而这些视频的底下全是谩骂，大部分是针对我的，太爽了。
第一次见抓小三那么爽，最讨厌那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了。晴晴真是无辈楷模，那个女的长了一张狐狸脸，竟干狐狸精的事，好心机，竟然用面粉做骨灰，就是为了拿楚总的家产吧。我妈看到让我关掉，不要再看。楚萧和林雨晴那两人，沈家自然不会放过。我冷笑了一声，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怎么骂我的，骂得有多爽，现世报就有多惨。我随后搜索了林雨晴的账号，点进去一看，呵呵，各类奢侈品映入眼帘。这些年楚萧待她不薄。突然林雨晴开了直播，哈喽宝宝们，你们的晴晴又来啦！今天晴晴教大家一组清纯小白兔的妆容，好不好？她身上明明背负着一堆案件，都还在起诉阶段，居然还有心情直播。我看了一眼林雨晴房间的背景，呵呵，楚萧个狗贱人！我拿起风衣就往外走。王叔，帮我联系一下房产中介，挑2-3个保镖跟着。我妈忙问：露露，你伤还没好，去哪里了？去砸东西。我掏出钥匙开了门，房子还和5年前一样，只不过多了不少不属于我的女性用品。看起来林雨晴在这里是住了好一段时间了。我沿着走廊走到房间，林雨晴此刻正在里面直播。保镖心领神会，一脚踹开房门。啊，你们是谁？林雨晴被吓得魂飞魄散。我看着手机里的直播画面笑了。我指着房内的水晶吊灯、鹿皮沙发、镶钻台灯等等，都给我砸了。林雨晴看到我那一瞬间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现在才来怕，晚了。林雨晴眼看着那些奢华的装修被砸得粉碎，怒吼：都给我住手！你们 TM 的知不知道砸的是什么地方？我捏住他的下巴，嘴角的笑意霎时没了。那你又 TM 的知不知道那天你砸的是什么地方？那是我儿子的灵堂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直播间的粉丝都炸锅了。我的天，这不是晴晴那天打的小三吗？好猖狂的小三啊！不就是一个假的灵堂？贱死了！他怎么可以私闯民宅呀？报警啊！我拿起林雨晴的手机，他刚想要抢，被王叔一把摁住。我对着手机镜头理了理头发，慢条斯理地说：对呀，他怎么可以私闯民宅呀？报警啊！随后对王叔说：报警吧！直播间网友们又开始疯狂刷起了。他疯了，自己报警捉自己，长得好看，可惜智商不在线，也就够他做个小三，骗男人的钱。林雨晴的脚步变得踉跄不稳，几乎要摔倒在地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这里是我和我老公的家，你们滚出去！我真是气笑了。谁告诉你这里是楚萧的家？这是我6年前和楚萧结婚前买的，就连装修也是我一点一点布置的。我自己买的东西被不干净的狗用了，我嫌脏，砸了就砸了。林雨晴顷刻跌倒在地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直播间还在继续，观看人数已超10万啊！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晴晴姐住的房子是哪个小三的？信息量好大呀！此时楚萧匆匆忙忙地赶了回来，看到我之后急忙说：露露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听我解释。我扬起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对呀，怎么可以漏掉这个狗男人？解释，你把我婚前买的房子给你的情人去住，睡的还是我的床。楚萧跪在我脚边说：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5年前你走了之后，我让林雨晴住进来是为了气你。你以前不是最爱吃醋吗？我以为这样你就会回来，我怎么知道这个女人竟然偷了我的钥匙，还真当自己是女主人。说完还不忘打自己巴掌。是我不好，我该死，
看到事情反转，评论区终于控制不住了，好离谱，竟然反转了！沈林路和楚萧以前真的结过婚，林雨晴才是小三。林雨晴怎么敢的？霸占别人老公和房子，还砸了人家儿子的灵堂。林雨晴好贱啊，去死！沈林路好飒，这种渣男就该打。也有人被楚萧的样子吓坏了。不是，我偏个题，这真的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亿万身家总裁楚萧。警察很快就到了，问是谁报的警。我指着林雨晴和楚萧，又递给警察一个文件袋，说是我报的警，这是我的房产证，这房子是我6年前个人全款购置的，可是这2个人私闯民宅，在我这住了整整5年。警察看了看我的房产证，问林雨晴：“你为什么住在这里？”林雨晴怔怔地看着楚萧，欲言又止。反正事情不复杂，看一眼房产证，问一下隔壁邻居，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他们不仅私闯民宅，还要赔我5年房子的折损费、租房费。我转身跟一同前来的房产中介说：“许先生，帮我把这套房子低于市场价出掉，越快越好。我看多一眼都觉得恶心。”事情过后，很多网友举报了林雨晴的账号，因不良导向，账号被禁，千万粉丝一夜之间没了，意味着林雨晴的铁饭碗也没了。他怒气冲冲：“沈林路，你好恶毒！恶毒！我嫌不够。沈小姐，关于你起诉林雨晴私闯民宅、损坏他人财物、聚众斗殴等案件，证据充分确凿，我们已经安排上诉受审。”我擦了擦意义的骨灰瓷罐，意义听到了吗？回到沈家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律师拟了一份针对楚萧公司的起诉书。楚萧当初不是靠着我沈家的钱发家致富的吗？既然沈家可以将他抬到云端，自然也能将他踩在脚下。沈氏集团的律师可不是吃素的，不出3天，楚萧公司偷税漏税、挪用公款、行贿受贿的罪名就都被查了个底朝天。楚萧的公司股票一泻千里，合作伙伴纷纷撤资。昔日风光无限的楚总，现在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短短3个月，楚萧的公司就要面临着宣告破产的处境。楚萧不出所料地跪在了沈家大院门前，岳父、岳母、露露，我们一行人在屋里听得头皮发麻。我爸冷冷地盯着他：“王叔，撵走他。”我却抬了抬手，让他进来。我妈担心地说道：“露露，这种人有什么好见的？”我拍了拍她的手背，让他们别担心。楚萧看到我就想扑过来：“露露，我知道你放不下我，我最近就是倒霉，公司接二连三的出事，我知道的，你不会见死不救的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“不是吧？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倒霉？做生意嘛，哪有干净的？只是没想到你楚萧的公司那么不堪一击，才多久就被我的人查得一清二楚。”蓦地，他怔愣了一下，短促痉挛地呼了一口气：“露露，是你做的？”我抿了一口茶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你能做得了上市公司的老总，靠的都是当初沈家给的那1000万，现在要连同点利息一起拿回来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他的双肩耷拉下来，眼眶微微发红，说：“沈林路，1000万我可以还给你，但是公司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做起来的。你明明知道我爱你，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我笑了：“什么是爱？爱我就是在婚内出轨，就是任由情人不断地发你们的床照刺激我、羞辱我，而你无动于衷。就是让你的情人住进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，睡我们曾经睡过的床，就是在儿子去世的那晚，和别的女人翻云覆雨，
楚萧听完不再说话了，只是闭着眼哭了起来。我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，递出一份收购合同，说：“签了吧。”1个月后，沈氏集团无条件收购了楚萧的公司。几个月后，林雨晴和楚萧的案件开始开庭。上庭那天，林雨晴面对造谣诽谤这条指控死不认罪。她说：“是楚萧骗了我，他没告诉我结过婚，我怎么知道他不是小三？不知者无罪。”我的代表律师言之凿凿，现在的重点并不是楚先生是否有告知他与我当事人有过婚姻事实，而是林雨晴仅凭1通电话、2条信息就断定我当事人是小三，甚至利用网络直播辱骂、殴打我当事人，将我当事人儿子的骨灰损坏，将我当事人的手指硬生生掰断。当时直播间观看人数不少于10万，谣言经直播间传播，给我当事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精神损伤。林雨晴听到这番话，抓着栏杆盯着法官大喊：“法官，你也是女人，试问别的女人不断给你老公打电话、发信息定位酒店，你怎么想？”我方代表律师当即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定位酒店前是不是说了是儿子的葬礼？”法官皱了皱眉，怒喊肃静。此后他看林雨晴的眼神都带了点厌恶，而对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这一条指控也是精彩。林雨晴一口咬定房子楚萧说是他的，我只是住进未婚夫的房子，这也有罪。而楚萧则说：“我没说过是我的，明明是他偷了我的钥匙住进去。他就是个虚荣的拜金女、渣男，玩弄我的感情，野鸡当久了，开始以为只是凤凰了。”法庭上，昔日情人互相谩骂，庭审被迫终止了好几次，我差点鼓起掌来。我方代表律师说了，那2人又蠢又坏，竟然在法庭上挑衅司法权威，加上楚萧已经没有钱请律师了，我们的赢面是100%的。后续的庭审我就没再去过。最后得知的结局是，林雨晴聚众斗殴，致1人轻伤1级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，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，造成严重后果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且金额较大等，数罪并罚，即日起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赔偿受害人受损财物金额、治疗费用、精神损失费共计532万余元。楚萧非法侵入他人住宅、偷税漏税、挪用公款、行贿受贿且金额巨大等，数罪并罚，即日起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罚金100万元，未不缴税款责令追缴。徐彪、徐虎、赵多金、梁宇才等人参与聚众斗殴，致1人轻伤1级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赔偿受害人受损财物金额、治疗费用、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余元。沈子熙 X 平台 ID 我的号晴晴，苏雨雨 X 平台 ID 晴晴驾到，王子婷 X 平台 ID 非 Q 不娶等人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，造成严重后果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赔偿受害人受损财物金额、治疗费用、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余元。过后，我特意到警察局找到了那位女警，给她带去好消息，并再次感谢了她。因为她的话，我当晚就让律师替我将那些网络黑粉发布的视频做了取证。恶人终有恶报，你们就待在那阴暗的监狱里，天天给沈一道歉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